这样的时候，你力量是不是在这边？你的重心也在这边，所以对你的身体结构来讲偏了。OK， 理解。老师，你说这一次我的力量是这里，重量在这边吗？你身体是不是都全部都在右边了？这边空掉了吗 ？OK， 明白。好 ，OK， 这样了解。这里，他不可以说我投球，我这个是虚的，我这样投，那不行，他没有力。OK。你看那个王贞治，日本那个王贞治，你知道吗？他打是经济独立嘛，他打是这样站嘛。你说这个很有名的。OK。他打的时候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当他要击出去的时候，他击出去还是一样，这个脚出去。这个力量连接到这个力，他不可能这样子打。明白。这样不懂？所以动作跟力量跟重心不太。哎，对。OK。哎，要用力量来平衡重心。OK。打高尔夫也是嘛，本来是在这边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当他这样打的时候呢，他是要到这边来嘛，你不能在这边打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一定要这样的时候，他是这边啪转到这边来。可是你这个脚如果松掉的话，就没有力量了。OK。因为我以为需要换中心的位置，不是。转变力量也可以平衡。OK。对，比方讲，我一拳出去，我是弓步嘛。我是弓步，照说我这个手，然后我是弓步嘛。我这样是不是偏了？对。可是当我出这一拳，看起来是弓步，可是我的力量在这边。OK。所以重量还是这里，但是力量在这边。OK， 可以换法。这边拉着。OK，Yes。OK。这样不懂？明白。好 ，OK，Thank you。这个是还蛮 advanced 的。这是好问题了。那个 ，Hello， 来一下。刚刚 Chris 问一个好问题啊，就是我们讲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啊，我说重心不要到前面来嘛，因为当我们的重心到前面来的时候啊，我的重心也在右边，力量也在右边，所以我的左边空掉了，所以我的身体造成一个偏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家轻轻一推我就倒了。我这个出去，它其实没有力量，所以基本上是什么？基本上是交叉的。我用右手的时候呢，它的根基是在左腿，所以有人说练太极拳就是绝对是交叉的，啊，练太极拳绝对是交叉。那你说太极拳有很多，比方讲掤出去了，哎，右脚在前面，右手在前面啊。它不是偏掉了吗？当这种的时候，比方讲我国术里面有很多嘛，这个腿弓步出拳，右腿右拳，我们叫顺步嘛。顺步它不是偏掉了吗？你力量越大，你越偏啊。所以当我弓步的时候，我弓步打出来的时候，力量在哪？力量在这边。你的后腿要往后撑住。你的后腿要往后撑住，前腿，所以弓步的时候啊，弓步的重量在哪边？重量在后腿，不是在前腿，晓得吗？所以当你这个的时候，当我这样出去的时候，我是这样，你看我这个力量它没断啊，我这个力量它没断啊，这个力量没有断啊，所以我的力量在后腿的时候。前腿它其实是什么？它其实是虚的，它其实是虚的。这样不懂？啊，所以很力量跟重心啊是两回事情。重心，比方讲，重心都在右边，用力量来平衡它，把力量移到左边来平衡它。
这个道理啊，你们去看那个表现的最明显的是王延年老师的太极拳。王延年老师太极拳现在没有他不是现在非常主流的，但是非常好。他所有的步，当他的步在前面的时候，他的脚跟都是起来的，他是这样子的。他所有的重心在前的，他都是脚跟起来。含义是什么？虚的。当你前面你脚跟一起来的时候，重量就到后面了。所以当你脚跟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什么，你就不会过，你不会过。所以当他这个一出去的，他是这样。当你一这样的时候，力量就被推回去了。听不懂？所以王延年老师那个太极拳，这是他很明显的一个特点。但现在很多学生练我看他现在很多的学生练，他虽然起来了，可是他的力量还是在前面。要到后来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脚跟要拿起来了。为什么弓步这个脚跟要拿？我们八卦拳练弓步也是一样嘛，一开始是这样站的，一开始这样。八卦拳的弓步是在一条线上面的嘛，所以你到后来练也是要夹紧，脚跟要起来。当你脚跟一起来的时候，后面的力量就有了，就这样子了。所以他就不会，你拿起来，他就全都在前面。当你一提起来的时候，一提起来就在后面，所以这个脚就活了，这个脚就活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当重心在同一边的时候，用力量来平衡它。这个要去体会一下。刚才问，像那个打棒球的或投手，你看王贞治那个虽然是经济独立嘛，他经济独立打棒球，可是他要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个脚呢，他把力量给这个脚了，变成说这个脚一出去的时候，连接出来这个力量。投手要投球的时候，他要投球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这个脚是不是？你看那些职业投手，这个脚一直往前面延伸，这个力量跟这个手臂绝对是这样子的。他如果力量跟重心在同一边，他不可能投的会有力量。他这个脚延伸的越长，你看他的腰你看他这个脚延伸的越长，他那个手臂往后拉的就越长，腰拉的就越长。这个拉出来以后，他投出来这个球才有力量。武术也是一样的，所以重心跟力量是两回事情。好，你们再练一个。本来是对的。对，可是我没有在那样子风大的那个环境里面，就会在平常这样，因为室内或者是在没有风的时候，由裆往后拉，你就完全没感觉。可是当今天风很大，因为我要把自己稳住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把那个撑住。你在游泳池里面练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没有那个就被水推倒了。